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最新战报称，自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共摧毁168架飞机、125架直升机、889架无人机、307套防空导弹系统、3108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381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529门野战炮兵火炮和迫击炮以及2949辆军车。有评论认为，目前乌军正面临非常不利状况的现状，乌克兰仍然宣称自己战胜，显然缺乏说服力。而乌克兰表示之后要收复失地也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知道，俄罗斯已经加强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防御，以乌军的实力，甚至无法在乌东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乌克兰宣布这种所谓的阶段性胜利，也只是起到它一种自己给自己打气儿，包括给西方国家看的这样一个目的。从目前俄军的一些行动来看，虽然是没有拿下基辅，但是，实际上俄军的有些行动，我认为是达到目的了。比如说，像亚速海的这个周边海岸和这个包括黑海沿岸的一些部分，实际上俄军现在都是有效的在控制啊。1月16号，备受外界关注的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传来最新动态。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俄军当日与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的乌军代表进行谈判，就在亚速钢铁厂地区实行静默模式，并开辟人道主义走廊，达成共识。受伤乌方军人将被送往新亚速斯克镇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播出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到，约10至12辆巴士接载乌守军离开，部分巴士车身印有红色十字标志。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丽亚尔证实，场内超过260人成功撤离，其中53人受重伤，已经送到顿涅茨克医治。其余211人会送到由俄军控制的奥列尼夫卡，将会以俄军战俘交换，让他们可以回家。玛丽亚尔还表示，目前仍有乌克兰士兵被困在亚速钢铁厂内，会继续营救。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马里乌波尔的驻军已经完成了战斗任务，最高军事指挥部已经命令驻扎在该市亚速钢铁厂的部队指挥官保护相关人员的生命。乌亚速营在社交网站发文，指为了拯救生命，部队正执行最高军事司令部的决定，期望得到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对此，英国路透社报道认为，在长达数月的冲突后，马里乌波尔的控制权最终移交给俄罗斯。这次撤离可能标志着俄乌冲突中历时最长战斗的结束，以及乌克兰的一次重大失败。马里乌波尔的战事尘埃落定，俄乌双方在其他地方的冲突仍在持续。日前，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丽亚尔宣布，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对抗。他特别强调，在第一阶段的对抗中，乌克兰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乌克兰高层还宣布，对俄军的全面反攻时间也已经确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对乌克兰24电视频道说，随着获得大量西方武器，反攻是可能的。这些武器将足够把几个旅重新武装起来，经过训练和协调，然后我们就可以发起进攻。阿列斯托维奇还表示，就时间而言，最有可能的时间是6月底到7月初，能够阻止敌人的第一批火炮将在5月底到6月初抵达，发动攻击不会早于6月下半月。然而，就在乌政府高官号称赢得胜利的当天，俄罗斯就公开了一份战报，俄军在1天时间里空袭了93处乌克兰的目标，摧毁了2座乌军的指挥部，还有3座乌军的军火库，而摧毁的乌军装备集结点和人员集合处不计其数，给乌军造成了大量的损失。俄军的炮兵部队更是在1天时间里对超过400个乌军的主要目标进行了打击。